全军即刻化整为零，废除大规模兵团推进模式，30万大军拆分整编，以1000人队为最小作战单元，划分为300支精锐小队，每队由一个千夫长亲自带队，配精锐骑兵、斥候、破阵步兵、攻守，小队独立作战、独立探查、独立清剿。本将坐镇中军后方，不轻易出手。你们都清楚，叛军敢打决战，必然藏有底牌，大概率有隐藏顶尖高手，甚至可能有天人强者隐匿其中。在对方天人不出手之前，我坐镇后方统筹全局。一旦对方天人敢现身插手战局，本将亲自出手，定叫他有来无回，灰飞烟灭。遵将军令，传本将军令，全军休整半天，整装待发，300小队随时待命。情报一到，即刻入山开战。我知道，你们所有人都怕北凉军，野战无敌，将帅顶尖，士卒精锐，战力碾压一切。但今日，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，本王早已暗中联络帮手，求得重磅外援，100个大宗师，300个宗师，尽数入场支援我联军。加上我们各路联军原本坐拥的大宗师、宗师战力，此战我方合计130位大宗师，近400位宗师，高端战力，彻底碾压北凉军的配置。地利在我们，人数在我们，高手战力也在我们。这一战不是我们能不能活，是北凉军能不能活着走出10万之山。100大宗师，我的天！难怪黑龙王敢死守深山决战，原来藏着这种级别的底牌。100大宗师，300宗师，这已经不是地方叛军能拥有的力量。这代表着黑龙王的背后真的站着一个超级大势力，他只不过是棋子，真正的恐怖存在从头到尾都藏在暗处。前方30米陷坑阵，绕左一通行，右侧密林有100人伏兵，提前列盾阵。树梢有滚石机关，远程箭雨破阵。我还以为10万大山的决战有多难打，搞了半天就这水平。难打的是地形，不是这群杂兵，一个个躲在草丛里跟耗子似的，一靠近就慌了神。我都没使劲儿，根本没有还手之力。离谱，太离谱了！咱们占着山，藏着暗处，怎么输得这么惨？我埋伏了整整3个时辰，结果人家直接精准对着草丛射箭。地形没用，陷阱没用，埋伏没用，人再多也没用。人家小队配合默契，我们抱团扎堆反而死得更快。本来以为躲进大山，凭地利能把北凉军耗死，现在倒好，战力完全被碾压。我们躲哪里，人家清哪里，藏都没地方藏。这哪是我们伏击北凉军，分明是北凉军进山屠我们。我真的想不通，我们占山、盗地、占暗、占埋伏，满山遍野都是我们的人，遍地都是我们布置的杀局，怎么4天时间被打成这副鬼样子？地利再优，也要人能接住战局，我们的兵根本接不住。北凉随便一支1000人小队，带队都是宗师修为，基层军官全是高阶武者，单兵碾压，小队配合碾压，情报视野碾压。再这么耗下去，不用北凉军大举进攻，我们自己先崩了。底层士兵已经彻底怕了，普通士兵的厮杀已经没有意义，我们人数再多，填进去也是白给。真正的问题在高端智力，想要翻盘，必须斩断他们的高端智力。你们说的都对，继续被动防守、分散埋伏就是慢性等死。我们的劣势已经彻底暴露，兵弱、配合差、军心乱、战力低。既然被动埋伏没用，那我们就主动改局，提前开启最终决战，放弃全线分散埋伏，所有高端战力、宗师、大宗师全部集结暗河山谷，
不再遍地撒网，改为守株待兔。龙王，此话怎讲？哼！接下来，我们故意放开几道缺口，故意示弱，故意败退，引诱零散的北凉清剿小队孤军深入腹地。只要进来一支，我们立刻封死退路，就地围杀，不留活口。杀完一队，继续示弱。全员提速，残兵不要放逃，一路推进清峡。不好，是埋伏！哈哈哈哈！终于进来了，北凉狗贼，该轮到你们偿命了！封死山谷，一个不留，全歼！全员收拢阵型，盾兵前置，枪兵合围，死守硬顶。撑住，别散阵！妈的，阴沟里翻船了，真被埋伏了！别扯了，求援，快打求援信号！很好，第一只上钩了。北凉军果然自负，连探查都不做，直接追残兵入谷。4天连胜打飘了他们的胆子，以为我联军彻底废了。这只是开始，这支大队灭了，下一批看到求援信号，必然赶来支援。我们守在这里，以点掉线，一线牵面，来一队杀一队，灭10队。不好，全队戒备，有埋伏！求援，看着，快发信号！全员压上，救人！破开包围圈，接应友军！出事了，那个方向出大事了！所有普通士兵原地驻守，所有宗师武官、高阶武者，随我驰援！所有人分散切入，贴脸支援，拖住对手，强行拉扯敌方火力，别有登陆，士兵铁塔。启禀大将军，大事不好！10万大山内，4支清剿大队遭遇高手埋伏，敌军大量宗师围杀我军，4队全部被困，求援信号半天都是。废物利用完了，终于舍得亮底牌了。传我军令，营地所有大宗师全员集结，即刻随我入山，全速驰援山谷，救出战友，清假所有伏敌。遵令。10位大宗师立马出手，杀入山谷，冲击北凉阵型。其余大宗师按兵不动，继续蛰伏。我们的目标不是这些普通宗师，等伪凉的大宗师主力入场，再一举绝杀。顶不住了，是大宗师，对方出动大宗师了。
所有大宗师全员压上，清剿敌方高端战力。全部出手！所有潜伏大宗师尽数杀出！快跑！这招不是我们能掺和的，随便一道余波都能震死我们。全员退出谷内，在外围列阵警戒，不许靠近战场。不对劲，太不对劲了，这根本不合常理。我们大宗师数量是他们整整2倍，宗师战力更是碾压一截，凭什么我们压不住，反而被人家按着杀？不是境界问题，是打法问题。这帮人根本不是江湖武者的路数，他们打的是军阵配合、不死不休的灭敌之战，哪怕自身受创，也要硬生生换掉对面一个高手。这种打法彻底克死了我们。再这么打下去，真的要出事。我们的大宗师陨落速度太快了，短短半刻钟已经重伤20余人，战死4个。对方67人，伤亡寥寥无几，几乎全是轻伤，2倍战力优势，打成这种憋屈局面，谁能接受？龙王，现在怎么办？有没有补救的办法？不行，不能再打了，局势彻底烂透了。我们已经折损30-40人了，再耗下去全要交代在这里。没错，我们是核心底蕴，不是炮灰。撤，立刻撤，传令下去。所有人脱离战圈，立刻撤退，放弃缠斗。想跑？做梦！全员提速，死死咬住，不许光跑一人。龙王，怎么办？落差店的人跑了，外援直接溜了，高端战力彻底崩了，剩下我们怎么打？北凉军太猛了，再不走，我们全都要死在这里。撤，全部撤走，局势烂透了，没得打了。罗刹店的人跑了，我们独木难支，再耗下去全军覆没。先退回大本营，保全主力，之后再慢慢想办法。敌军底牌尽出，却迟迟没有天人强者现身。黑龙王背后根本没有天人坐镇。既然没有天人，那这些历练磨刀石，一个都不能放走。完了，这是什么力量？绝对不是大宗师能催动的战力，是天人，实打实的天人强者。完了，这下彻底栽了，根本跑不掉。杀我北凉将士，打输了就想转身跑路，天下没有这么便宜的事，一个都别想跑。我不杀你们，我只堵路。今天，你们所有人，谁都别想离开这座山谷。无路可退了，横竖都是死，拼了！能拉一个垫背算一个，绝不能白白死在这里！ 啊
半数以上突破小境界，多人触摸圆满瓶颈。用不了多久，北凉将批量诞生新的天人。说清楚，怎么全军覆没的？2倍于北凉高端战力，埋伏先手，占地利优势，凭什么尽数折损在10万大山？启禀店主，此战崩盘核心不在兵力不足，不在埋伏失效，败在北凉大宗师的硬实力完全超出预估。说重点。此战后期，北凉的确有天人强者现身战场，但那名天人自始至终没有对我们任何一人出过1次手，他只毒死山谷所有撤退通道，锁死全部退路，所有厮杀、围剿、屠戮全部由北凉大宗师完成。我方大宗师、宗师绝境拼命，燃烧气血搏杀，依旧被对方死死压制，全程吊打。北凉大宗师打法极为凶悍，完全是军中死战碌碌，全员配合默契，结阵联动，进退一体，人人悍不畏死，惯是以伤换伤，以命换命的打法。我方高手单打不输，群战完全被克制，越打心态越崩，越打战力越乱。战局中期，我方就已经撑不住了，全员萌生退意，准备撤出山谷重整。可北凉天人封死退路，我们无路可逃，只能被迫留在绝地，和北凉军死磕到底。最终，全员战死，无一幸免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2倍大宗师战力，埋伏围杀，被北凉同等阶更少数量的大宗师正面碾压全歼？对方天人从头到尾只是看戏堵路。是，北凉这批大宗师越杀越勇，越战各强，生死厮杀中不断突破桎梏，战局越惨落，他们状态越巅峰。我方高手全方位被碾压，若非天人堵路，我们至少能逃出半数人手。正是那一人封天的压迫，彻底击溃了我方最后的军心。一群军中大宗师，凭什么拥有碾压江湖顶尖高手的战力？还有那名北凉天人，根据情报传回，年纪极轻，看着不过20余岁。这般年纪踏入天人境，放眼千年武道史，都是凤毛麟角。大秦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层级的妖孽？不止一人，北凉还有年轻天人坐镇。传本座命令，调动殿内所有暗线，所有潜伏探子，情报司全部人力，不惜一切代价彻查2件事：第一，彻查北凉大宗师的来历；第二，深挖北凉天人的身份、师承底蕴，彻查秦云背后潜藏的势力、隐秘底牌。本座不信，这么多顶尖将者，难道是凭空冒出来的？是石头里蹦出来的？遵令。龙王，当初合围北凉、诱敌入谷的全盘计划，是你一力敲定。现在外援死绝，高端战力打没大半，联军眼看就要撑不住，这笔烂摊子，你总得给在座所有人一个交代。没错，我们听信你的安排，收拢全部主力，缩紧10万大山，放弃各处据点。地盘丢了，兵马死伤无数，到头来落得这般下场。接下来北凉大军全线压境，我们拿什么守？拿手下士兵的性命硬填？交代？你们要我拿什么交代？对方派来的大宗师是我借的，可他们死在战场上，我麾下嫡系好手同样死伤惨重，难不成就我没有损失？谁能预判北凉大宗师实战强悍到这种离谱地步？眼下摆在眼前的就一条路，硬碰硬，必死无疑。北凉军越战越盛，清剿脚步不会停下，用不了3、5日，他们就会推进到这片中心山谷。
凭咱们这群失去高端战力的军队，守不住，拦不住，硬拼只会全军埋在10万大山，立刻放弃10万大山根据地。我们不能再留在大秦疆域，挑选身边亲信核心，舍弃大部兵脉，一路向西，逃往西域列国避难。不行，绝不能丢下大军！手下兵马是我们受一辈子拼出来的基业，全是血汗换来，说扔就扔，往后我们一无所有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死守大山，人地两失，全军覆灭。到时候别说基业，性命都保不住。若是带着几10万大军集体撤离，目标太大，行军迟缓，北凉骑兵沿途追剿，走不出大秦边就会被追上全歼。所以，咱们只收拢身边心腹骨干，贴身护卫，轻装细行，剩下所有普通兵卒就地拆分，化整为零，潜藏在10万大山各处深山密林，留下部分中层小统领带着队伍继续和北凉军周旋，牵制对方兵力。我们人在西域，远程传递指令，暗中收拢残部，蛰伏蓄力。你们别忘了，我背后有大靠山，其底蕴遍布大秦各地，和大秦有着死仇，势力盘根错节。咱们这群人是他们用来牵制大秦的棋子，只要活着，就还有利用价值。夺去西域之后，靠着他们的资源扶持，慢慢招兵买马，积攒实力，静待大秦内乱再起，随时能卷土重来。现在舍不得手里的兵，最后只会连命一起赔进去。事到如今，也没有更好的法子了。就按龙王的安排来，连夜筛选心腹，分批秘密动身，留下杂牌兵留在山里拖时间。我们先保全自身，明日子时开始分批撤离。所有人严守消息，不得走漏风声。启禀将军，俘虏全部审完了。这批突袭山谷与我军死战的大宗师，并非黑龙王麾下的叛军，他们全部来自一个隐秘势力，名为罗刹殿。立刻整理审讯全部口供，把罗刹殿的所有信息即刻飞鸽传书，传信回京，上报殿下。启禀将军，经过连日全方位探查，追踪敌军溃兵，摸排山林据点，我罗王已彻底锁定叛军核心大本营，黑龙王以及所有叛军高层首领的藏身位置已精确确认。好，太好了！传我将令，全军集结。传我军令，罗网密探带路，直奔叛军核心大本营。全军大宗师、高阶武者即刻集结，全员出兵。只要叛军总部被摧毁，10万大山剩下的叛军就是彻头彻尾的乌合之众，没有指挥，没有统筹，没有战力支撑，群龙无首之下，不用我军大规模清剿，自行就会溃散崩盘。分4路合围，东南西北同步压上，不留任何出逃缺口。一声令下，立刻破营，优先封堵所有出入口，别放走一个首领。北凉军，他们怎么找到这里来了？呀！快走，从后帐密道突围！跑了一路，到此为止。任务完成，首脑悉数落网，总部彻底拔除，即刻派人回禀霍将军。捷报，带他们到校场，当众审问，逼降残军。
你们所有人兵败被擒，首脑尽附，老巢已毁。现在的局势，不用本将多做解释，你们心里比谁都清楚。摆在你们面前的，只有2条路。第一条路，立刻传信10万大山所有残余叛军，全员放下武器，停止一切抵抗，就地投降。本将可以饶你们一命，留你们一条生路，不牵连亲眷。第2条路，拒不投降，负隅顽抗。本将即刻斩杀你们所有人。群龙无首的残军，我北凉军分批进山，逐一清剿，鸡犬不留。机会我只给这一次，能不能活，看你们自己把握。别考验我的耐心。我凭什么信你？自古战败降将，少有善淳。我们投降，交出所有兵马，最后说不定还是一死。没错，空口白话，我们不敢赌。万一我们下令全军投降，你转头诛杀我们，我们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。哼，凭什么信我？你们告诉我，你们现在还有别的选择吗？你们的高端战力，全军覆没，大本营被毁，一众首脑尽数被俘，山中残军一盘散沙，没指挥，没高手，没粮草，没退路。你们现在的命，全谢我一念之间。愿意投降，听话配合，就能活；不愿意，本将现在就下令就地斩杀。我不需要跟你们赌什么，我只给你们选择。本将给你们10息，时间一到，不降者全部处死。没得打了，高手死光，老巢没了，首脑被俘，继续抵抗只是白白送死，毫无意义。罢了，败军之将谈何骨气？能活总比死在这里强。我们答应投降。遵从将军号令，即刻下令全军停手。传令下去，以你们所有人的名义，向10万大山全境残军传信：所有各部兵马立刻放下兵器，停止抵抗，就地蹲地投降。敢有私自顽抗、拒不降服者，视为违令余孽，全军清剿，绝不姑息。多谢北凉军，多谢将军，要不是你们拼命清剿，我们这辈子都不得安宁。乱世几年，终于盼来太平日子了。难以置信，真的难以置信！蔓延数郡的叛乱，几百万乱军，无数山头据点。满朝文武之前，谁都以为至少要数10年才能平定，结果北凉军3个月直接全部扫干净。北凉战力实在太恐怖了。陛下临朝。众卿平身。今日朝堂不谈琐事，不问朝务，先论大功。全境叛乱，3月肃清，乱军尽灭，匪患根除，各郡复安，百姓归宁。此乃我大秦数年未有之大捷大福。此战首功归北凉全军，首功之人为北凉王秦云。你之功，官爵朝野，功在社稷，利在千秋。恭喜陛下，大秦得此栋梁，国运昌隆。恭喜北凉王立下旷世奇功，镇国安邦。今日朕有一道谕命，昭告朝野，布告天下，决议禅位，大秦帝位传于北凉王秦云。疯了吧！陛下这是朕要禅位，壮年禅位，古来罕见，不是传闻，不是试探，是真的要教天下。难道是北凉势大，
功高震主，逼宫了。是不是秦云手握重兵，朝野尽归心？陛下无力制衡，只能退让。朕知诸位心中震惊，心中疑惑，但朕心意已决，绝无更改。朕并非一时兴起，亦绝非受人胁迫。此事朕思虑已久，早已权衡利弊，且朕已亲自前往祖度请示，秦氏老祖已然点头应允。秦云之功冠绝当代，秦云之才远超于朕。文能安邦定国，武能平定八荒。掌兵则天下无匪，理政则四海升平。大秦交于他手，方能走向更远、更强、更盛的无上盛世。即日起，礼部即刻牵头，统筹一切礼制、典仪、诏告，全速筹备新帝登基大典。臣秦云领旨。禅位了，陛下真禅位了！新帝是北凉王秦云。谁能想到？谁能猜到？少在这里瞎编阴谋论！你以为帝位是随便逼就能逼的？大秦有秦氏老祖坐镇，老祖在世，无人可以逼宫篡权。陛下禅位，提前请示老祖，是老祖亲自点头同意的。人家秦云的功绩摆在眼前，平叛乱、守边疆、强明马、富民生、稳社稷，论能力、论功绩、论威望、论民心，哪个皇子能比？别说继位，放眼整个大秦，无人比他更配坐这龙椅。啥？臣愿誓死追随王爷，效忠大秦，恪尽职守，永不叛心。臣已亡愚昧，观望迟疑，往后必定全心奉公，辅佐新朝盛世。完了，以前有多嚣张，现在就有多危险。今日若是不能求得宽恕，他日必死无葬身之地。臣弟秦昊拜见大哥。往日臣弟愚昧无知，眼界狭隘，多有冒犯大哥之处，心存嫉妒，暗自争锋，还请大哥恕罪。今日臣弟彻底醒悟，从今往后绝无半分异心，终生安分守己，绝不干涉朝政，愿俯首称臣，效忠新帝。臣弟过往糊涂，深陷楚魏之争，私心太重，多有不妥，往后只求安稳度日，不敢再参与朝野班号事务。此生忠于新朝，绝无二心。愿谨遵大哥号令，安分守收，永为大秦藩放，不生异念。过往纷争、朝野博弈，皆是旧朝旧事，事过即翻，无需再提。父皇禅位之前，已与本王商定，尔等都是大秦宗室皇家血脉，既往不咎。从今往后，免去所有猜忌，免去所有追责，你们无需惶恐，无需自危。本王许你们终身富贵王爷之位，不削爵位，不夺俸禄，不罪过往。但本王有言在先，从今往后安分居家，修身养性，不得结党，不得干政，不得私交朝臣，不得蓄养私事。朝野之争，朝堂诸事，军国要务，一概不得插手。你们想安居京城也好，想巡游封地也罢，想归隐闲游也行，人身自由尽属于你们。只要守得住本分，一生富贵安稳，无人可动你们分毫。多谢大哥宽宏大量，多谢大哥饶恕旧过。臣弟此生必定安分守己，谨守本分，绝不辜负大哥恩德。此生俯首，永不有半分僭越之心。别人当皇帝我不敢判，北凉王不一样，
他在北凉那几年剿匪安民田整军，从不欺压百姓，只治贪官恶匪。北凉地界的百姓日子一年比一年红火，这是实打实看得见的本事。可不是吗？3个月荡平全境叛军，换咱们四海安稳，有本事、有魄力、有心胸，这样的人做帝位，是咱们大秦的福气。等着新帝登基，轻徭薄赋，往后咱们能安心种地，安稳过日子，再也不用怕战乱匪祸了。终于等到今日了，北凉王要正式登基做大秦的皇帝了。盼了这么久，乱世总算彻底结束，往后是真正的太平日子。别的皇帝登基我没半点期待，唯独新帝不一样，3个月扫平全境叛军，镇守边疆，无人敢犯，这样的明君百年难遇。历朝新帝登基，必有大赦天下，减免税赋，就盼着今日新政。若是能免掉今年的苛税，今年秋收就能踏踏实实落袋，家里老小都能吃饱穿暖。不光减税，大赦天下也好。不少穷苦人都是乱世被逼犯了小错，这下能重获自由，好好过日子了。今大秦承平，乱世初定，四海归宁。先祖庇佑，天地垂怜，扫平叛乱，稳固山河，安抚万民。朕承先帝禅位，受命于天，今日登临大位，执掌大秦万里江山。自此之后，当以苍生为重，以江山为任，勤政爱民，整肃朝纲，固江安边，护佑万民，开创盛世太平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朕今日登基，承天受命，启大秦新朝。第一道诏令：大赦天下，除十恶不赦、罪大恶极、祸乱百姓、通敌叛国者外，天下所有囚卒尽数赦免罪责，释放归乡。第二道诏令：减免天下税赋，大秦全境本年度所有田税、粮税、徭税全减免，严查地方苛捐杂税。即日起，禁所有私家赋税、乱征徭役、盘剥百姓之举。谢陛下圣恩，吾皇英明，万民有幸。陛下临朝。众卿平身。谢陛下。新朝起源当论功行赏，定朝堂班第，立百官职责。册封诸葛亮为大秦当朝丞相，
总理朝政，总领六部，统筹举国政务，辅政定纲，总揽民生吏治。原丞相李安勤恳辅政，守国有功，今擢升太傅，位列三姑，辅帝论道，教习宗室，参议朝政，尊荣加身。册封贾诩为吏部尚书，掌百官考核、升降、殿免、稽查，总领天下官吏人事权。册封赵子龙，掌皇城禁卫、帝都宿卫，领镇国大将军，镇守京畿，护卫帝心。册封李存孝，封破国大将军，掌全国精锐助战军团，专司攻坚平叛，外御强敌。册封霍去病，封镇北大将军，总领北疆全线方缝，节制北方所有军镇兵马。册封白起，封镇军大将军，掌全军军纪，战场杀伐，军法稽查，肃整全军风气。朕知晓，殿内绝大多数卿士皆是前朝旧臣，前朝老僚。你们侍奉旧朝多年，有功有苦，有资历有根基，但旧朝已去，新朝已立。昨日之规矩，昨日之风气，昨日之特权，昨日之出仕方式，今日尽数作废。朕不废你们的官，不撤你们的职，不究你们过往派系之争、官网之过。你们所有人朝就任职，朝就俸禄，朝就品阶。可你们记住一句话：留你们在位，是朕宽仁。往后做事必须遵朕的规矩，行朕的法度，听朕的号令。从前你们依附皇子，结党派系，慵懒怠政，敷衍公事，徇私舞弊，上下糊弄。旧朝能容，朕不能容。从今日起，大秦是朕的大秦，朝堂是朕的朝堂，天下法度唯朕一言。不管你们从前是谁的人，不管你们从前有什么靠山，有什么根基，有什么资历，从这一刻开始，只许忠于朕，忠于新朝。朕的意志就是朝堂底线，朕的政令就是天下准则。谁敢阳奉阴违，结党营私，敷衍待政，倚老卖老，试探朕的底线。现在想辞官归乡的，朕允即刻卸职，安然归田，既往不咎，保你阖家安稳。若是贪恋权位，继续留任朝堂，却又心存二心，藐视新规，违背朕意者，来日事发，绝不姑息，绝不留情，绝不轻饶。臣谨遵陛下圣旨，臣等恪守新规，尽心履职，绝不敢有半分僭越。你们二人是朕最信任的人，有些话，朕只跟你们直说。朕登基之前，亲眼见过如今大秦的官场乱象，大秦的官场已经烂到根子里了。朝中官员结党攀附，地方官员鱼肉百姓，各地郡守、县令根本不遵朝廷法度，他们不听皇命，不恤民情，只听地方世家豪强的吩咐。朝廷俸禄拿着，百姓热血刮着，心思全放在勾结世家、垄断地方、把持职权上。这些人早就不是朝廷的官员，是世家养的爪牙，是扎根大秦国土的蛀虫。文和，朕让你做吏部尚书，就是为了整顿官。朕交给你的第一件大事，也是眼下最紧要的大事，就是整肃吏治，把全国官场的贪腐链条、利益勾结、蛀虫污吏全部清理要干净。地方世家、贪官豪强盘踞各地多年，占着所有关键职位，州县掌握在他们手里，财权、民权、话语权全都在他们手里。朕以后要减税，要安民，要改革，要兴农，要稳天下。只要这群蛀虫不除，朕所有的政策全都推不下去。他们会阳奉阴违，层层节流，暗中抵制，把新政全部废掉。所以这批人必须全部换掉，全部清掉，一个不留。地方郡守、州府官员问题最严重，他们大多是地方世家推举、互相保荐上来的，对上敷衍朝廷，对下欺压百姓。朝廷的政令到了他们手里就是一纸空文，世家的利益他们拼尽全力维护。从今天开始，必须彻底斩断地方官和世家的利益捆绑。朕立下新规，所有地方大员、州县主官一律由朝廷直接选拔、直接任命、直接调任。绝不允许地方世家私相授受、互相推荐、把持官位。朕给你半个月时间：第一，梳理全国所有地方大员人脉关系、利益网络背后靠山；第二，查清谁是世家附庸，谁是贪腐成性，谁是不堪重用。罗网全程配合你，所有密档、所有线索、所有暗查情报，优先攻击吏部。除此之外，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：从现有朝堂官员里仔细筛选、用心辨别，
挑出一批真正忠于皇室、信性端正、有能力、有抱负、不结党、不贪腐的干净官员。这批人就是朕未来下放地方、掌控州县、推行新政的核心力量。孔明，你总领朝政，全力配合文和，朝堂人员梳理，官员优劣甄辩，岗位裁撤任免，你全程参与。谁是害群之马，谁必须彻底清楚，全部一一登记在册，整理清楚。时间紧，任务重，牵扯利益极大，你们二人必须通力合作，昼夜督办，不可拖延，不可手软。臣遵陛下圣谕，定不负陛下重托，肃清礼制，整肃朝纲。传朕口谕，召罗网总领赵高即刻入殿见朕。臣赵高参见陛下。赵高，从今日起，罗网放下所有次要事务，全力配合丞相与吏部尚书的理智清查工作。你调动全国所有案线、所有密探潜伏人员，对全国各州、各县所有地方大员进行无死角彻查，查他们的底细，查他们的履历，查他们的贪腐证据，查他们背后依附的世家、勾结的势力、结成的利益团伙，深挖到底，一查到底，绝不放过任何一条线索。前朝太过纵容，对地方贪官姑息，对世家纵容，对结党官员放任，几十年下来，原本只是小小的贪腐漏洞，变成了一个个根深蒂固的毒瘤。这群人盘踞地方，作威作福，刮民脂吸民血，垄断地方，架空朝廷，害得百姓苦不堪言，害得皇室威严受损，害得大秦国力一年比一年虚耗。他们欺压百姓，安稳享乐了几十年，祸害一方，现在该他们还债了。朕这一次要彻彻底底清洗一遍，能留的留，能换的换，该杀的杀，该抄的抄，朕绝不允许这群蛀虫趴在大秦的国土上吸血，鱼肉万民。所有勾结朋党、贪腐害民的官员，全部清查，全部审判，全部清算。臣遵旨，罗网即刻全员开动，昼夜彻查，绝不姑息一人。谁能料到局势会变成这样？秦武正值壮年，身体康健，掌权稳固，坐拥帝王权柄，贪连皇位，世人皆知。按常理，他死都不会放权退位，可他偏偏主动禅位，把大秦万里江山拱手让给了秦云。不只是禅位这么简单，秦武甘愿退让，甚至亲自站台扶持，任由秦云登基掌权。这只能说明一件事：秦云已经彻底获得秦氏老祖、整个皇族的全盘认可。不是逼宫，不是夺权，是大秦顶层一致默许，全力支持他登临帝位。我们之前已经在秦云手里栽了一个大跟头，100个大宗师，数百精锐宗师，全军覆没。那是罗刹殿积攒100年的高端战力底蕴，一战打空，直接伤筋动骨，元气大损。秦云麾下强者如云，战力凶悍，打法不要命，军纪碾压天下。坏了，秦云登基对我们绝对是坏消息。一朝天子一朝臣，秦武在位多年，做事温和，对朝堂派系、地方势力大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可秦云不一样，必然是整顿吏治，肃清地方暗流。我们安插在大秦朝门各县县的潜伏人员、傀儡官员、世家棋子，全部会有暴露风险。一旦被他逐层清查，连根挖出，我们潜伏数百年的布局直接会打水漂。慌什么？秦云登基已成定局，无可更改，焦虑、慌乱毫无用处。北方梁氏老祖至今未能突破天人后期，我们最大的怪源尚未成型。现在的我们高端战力大损，主力折损严重，暗处布局暴露风险极大，绝不能轻易。一旦此刻暴露罗刹殿真身，被大秦锁定针对性围剿，我们遍布天下的据点、暗线、潜伏势力会被瞬间连根拔起，再无翻身可能。传本座密令，即刻通知所有潜伏人员、傀儡官员、关联世家：第一，全员极致蛰伏，收缩一切动作，停止所有暗中操作，停止挑动纷争，停止干涉地方政务，老老实实做事，安安分分蛰伏，绝不露头，绝不惹事。第二，紧急切割利益链，所有高层暗线立刻与前台傀儡官员斩断明面关联，切断机密书信。就算秦云严查吏治，清算贪腐，打掉一批棋子，最多只抓底层前台，绝对查不到真正的暗棋。舍弃小棋，保全大棋；舍弃明面，保全暗根。秦云初登帝位，看似权柄头稳，他接手的朝堂派系副总世家盘根积弊100年，旧臣观望，老臣自持，地方利益纠缠。他想要彻底掌控朝野，理顺官场，需要足够的时间磨合，整顿博弈。就算他手段逆天，真能逆天改局，强行压服朝野，稳住江山，那又如何？只要梁氏族突破天人后期，届时我2大势力联动，强者出关，战力碾压，大秦的江山依旧走到尽头。谨遵殿主号令，即刻全割暗线，保全布局，静待天时。月度大签到已刷新，终于来了，签到立马签。
签到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专属顶级军团大雪龙旗1万人，境界大宗师。我操！大雪龙旗，竟然是大雪龙旗！这可不是普通精锐骑兵，全员大宗师，队伍1000人为团，10000人为军，1000人可破万军，10000人可踏山河。攻守兼备，野战无敌，奔袭无敌，攻坚无敌。越是绝境死战，越是长途奔袭，战力越恐怖。寻常精锐大军遇到大雪龙旗，连正面一战的资格都没有。就算是玄甲铁骑、铁浮屠，论单体极致碾压，论铁骑冲阵，也完全比不上这支传说级铁骑。所过之处，万军披靡，壁垒崩塌，敌胆尽碎。兵种大雪龙旗，总人人，成员修为大宗师，单兵体魄极致淬炼，骨血如钢，信性特质悍不畏死，绝对忠诚，无令不退，至死不愧。全套寒雪龙鳞重甲，封闭式护面龙盔，破阵长坐，斩马重刀。牛逼！我的乖乖，1万个人，全员大宗师。如今大秦北凉军、晋军边防精锐全部统计在内，所有能拿得出手的大宗师加起来不到500人。可现在系统的月度签到直接给我砸出来1万个大宗师，1万大宗师组成的铁骑军团，还是全员重加，双马配置，装备拉满，绝对忠诚的顶级龙骑，这哪里是军队？这就是1万尊行走的人形杀技，只要资源充足，未来这1万人很快就能全员踏入天人境，那还打什么仗？那还玩什么势力博弈？1万天人级别的顶级战力，放眼整片天玄大陆，谁能挡？只要这1万天人龙骑往战场上一立，所有域外世纪宗门暗处势力全部都得低头臣服，谁敢乱动，直接踏平，连根拔起。孔明，陛下旨意很明确，根除贪腐，斩断世家勾结，杜绝地方官官相护。咱们这一次不能只查人不立规，只抓贪官不改制度，今日清一批，明日再冒一批，治标不治本，到头来都是无用功。文和所言极是，前朝最大的弊病从来不是个别官员贪劣，是制度松垮，漏洞太多，本地人居本地官，世世代代扎根故土，亲友盘窜，世家捆绑，利益纠缠，久而久之，官员不是朝廷的官员，是地方世家的管家。朝廷政令下到州县，层层接流，处处变通。朝廷管不住地方，皇权落不到乡土，这也是大秦100年积弊的根源。我这2天翻看各地官档，已经摸清柄解，想要彻底破局，必须拆分权力，割裂圈子，斩断根系。我的想法是分级任免，内外调配。细说，第一，郡县主官一律中央外派，郡守、郡尉、县令、县尉这些手握一地民政、兵权、财权的主政大员，本地人一律不得任职雇除主官。主官手握实权，是地方乱象的根源。只要主官不是本地人，就很难被地方裹挟。第二，基层左官就地择优留任，本地选拔不用全部换掉，全换外人，水土不服，不接气，不懂地方民情，反而容易乱政。咱们只筛选品行端正、无贪腐劣迹、不依附世家、真心办事的，全部留用；品行差、有劣迹、跟世家深度绑定的，直接清退。外来主官掌权监管，本土左官办事落地，既杜绝本度抱团，又保证政务顺畅，不会出现地方瘫痪。你这个法子能破局，但还缺一道锁。人心最是难测，时间久了也会和地方世家熟络勾结，日久生利，久居结党，这是人性常态，非个人品德能克制。正是这个道理，所以必须加死规矩，所有地方外派官员任职不得超过3年，3年一调，跨郡互调，绝不允许一人久居一地，绝不允许一派势力长期把持郡县。再加一条铁规，写入新朝官法，本地人不得任本地主官，直系亲属不得在同地任职。凡郡县主官上任必先报备籍管、宗族、亲友人脉，但凡有亲属在当地任职经商、把持乡绅势力者，一律避级调任。孔明，咱们要明白一件事，贪腐从来不是一个人的问题，是圈子的问题。从前官员久任一地，家族扎根，世家绑定，利益互通，你贪我贪，大家捆绑，谁都不敢揭发谁，官官相护，铁板一块，朝廷根本查不动。现在新规落地，3年一换，外来任职，新来的主官没有旧利益牵绊，不受本地世家裹挟，他想贪没有根基，世家想绑没有时间，老的利益圈子还没稳固，官员已经调任他乡，这才是治本之法。人会变，人心会贪，会私，会惰，但制度不变，规矩不变，铁律在前，人人受限。不靠官员自律，靠规矩锁死漏洞，靠制度杜绝乱象。如此一来，世家再难操控地方官场，他们可以养乡绅、治田产、攒家财，但再也无法把持郡县权力，左右官员任免，架空朝廷诏令。地方主官是朝廷的人，
只对陛下、对朝廷负责。基层左官虽为本地出身，但品级低微，权力有限，被外派主官监管制衡，翻不起大浪。人心难控，世道难测。我们无法保证每一个官员永远清廉，但我们可以用制度让他们想贪不敢贪，想腐不能腐，结党不成党。新朝立制自此彻底洗牌，旧的利益圈子随调任自然崩碎，新的利益集团永远无法成型。有这套制度打底，再配合罗网暗查、吏部考核、朝廷修查，陛下要的吏治清明、天下安定，用不了多久就能实现。吏部查令。陛下，臣有本奏。吏部尚书贾诩行事太过偏激，滥用职权，祸乱朝纲。10日之内尽撤天下郡县主官，一方无处，一地无官。各郡政务停滞，民生搁置，治安松散，如此肆意折腾，不顾地方死活，只会让天下动荡，民心慌乱。陛下整顿，当循序渐进。贾大人一刀罢黜所有地方大员，太过鲁莽。无数能臣干臣无辜停职，地方政务瘫痪，与大秦百害无一害，此乃乱政之举。恳请陛下严惩贾训，收回政令，安抚天下官吏。你们口口声声说贾诩乱政、滥用职权、祸害地方，你们口口声声循序渐进、不可激进。朕今日明明白白告诉你们，贾诩10日撤尽天下地方主官，不是他自作主张，是朕的意思。你们心里比谁都清楚地方官场是什么模样，你们比谁都明白那些郡守、县令是怎么坐上主官之位的。有几人是靠真才实学、靠朝廷提拔、靠实干立功上位？大半之人皆是地方世家推举、豪强扶持、人脉运作、利益交换推上去的。他们守一方闪土，不奉朝廷法度，掌一地权柄，不恤百姓死活，和世家勾连，和豪强结党，节流赋税，私征徭役，包庇劣绅，鱼肉乡民。你们的家族人脉利益就绑在这群人身上。今日你们集体弹劾，看似为国劝谏，实则是为自家盘踞100年的利益链调鸣不平。朕之所以一刀切，尽数停职待查，只为4个字：彻底清查。权力在手，弊端可遮；职位一撤，真相自显。朕在此许诺满朝文武，许诺天下官吏，此次清查绝不冤枉一个清官，无勾结也绝不放过一个贪官。但凡核查过后品行端正、无劣迹者，官不原职，照旧任用。朝廷既往不咎。但凡核查出贪赃枉法、残害百姓、徇私乱政者，铁证如山，一律严惩，罢官、抄家、定罪、流放，绝不姑息。往后吏治清查，照旧推进。贾诩所作所为，全代表朕意。谁再敢无端阻挠、蓄意破坏清查大局，以干扰新政，祸乱朝纲，顿处。陛下，近日10日，罗网全员不休，配合吏部清查全国地方官员，密探深入各郡各县，连夜审讯扣押官员，核对人脉，追查利益链，复盘多年账务往来。层层剥离核查之后，臣查到了一件极为骇人之事。臣连夜提审核心涉案官员，最终确认，这批遍布各郡、暗中搅动地方乱象的幕后势力，正是罗刹殿。目前查出，此次落马的地方大员里，40%以上是罗刹殿多年安插的外围棋子。各郡的老牌世家，半数受过罗刹殿暗中扶持，他们扎根地方，把控官场，架空朝廷，全部是罗刹殿千年布局的一环。千年蛰伏，千年布局。不敢明面张声，只敢躲在暗处，蓄谋颠覆王朝。赵高，朕问你，罗刹殿根基如此之深，布局如此之广，你们追查至今，可查到他们的老巢、总部据点、高层踪迹？陛下，查不到。罗刹殿行事极为诡秘，远超所有已知暗处势力。他们没有固定公开总台，没有常驻大城的明面据点，所有底层棋子、中层联络人。被扶持的官员世家全部单线联系，彼此互不相识，互不知根，互不知上层是谁。
臣审讯过数名深度绑定罗刹殿的地方核心棋子，所有人的口供高度一致。他们只听自己直属上线调遣，只负责执行分配的任务，只领取暗中输送的资源好处，无人见过店主，无人知晓总交位置，无人认识高层核心。罗网顺着人脉、资金、旧案，历年异动层层顺藤摸瓜，查到今日，只能摸到最外围的棋子存层。但凡触及中层以上的线索，全部断掉，空白，无迹可寻。可以确定，此次被我们一举揪出来的大批官员、世家棋子，全部是罗刹殿刻意放在明面，随时可以舍弃的弃子。看来罗刹殿早有准备，把一批浅层棋子、明面棋子放在最前面，让这些人贪，让这些人腐，让这些人作乱。一旦朝廷清查，最先落网的就是这批人。牺牲一批外围棋子，迷惑朝廷视线，掩盖深层布局。真正的核心案子和隐藏力量，至今纹丝不动，完好无损，外人看不见，查不到，摸不着。赵高，听朕令。第一，所有此次查实确认属于罗刹殿棋子的官员、世家骨干、联络人员，全部打入天牢，单独关押，隔离审讯，严加看管，一个不准死，一个不准漏。第二，已经排查出关联，但尚未暴露，潜藏在各处的罗刹殿棋子暂时不动，全部纳入罗网监控名单，暗中盯死，全程记录，追踪联络轨迹，摸清他们的运作模式。第三，清查绝对不能停。此次落网之人只是冰山一角，只是对方刻意舍弃的棋子，真正的毒瘤藏得更深、更隐秘、更致命。罗刹殿隐忍千年，渗透绝对不止地方郡县、朝堂、禁军、勋贵、宗门、边境，必然都藏着他们的人。他们不出手，是在等时机；他们蛰伏，是在等大秦自乱，等朕出现纰漏。朕不怕他们露头作乱，朕最厌这群鹰狗鼠辈，藏在暗处助国吸血。告诉罗网所有人，不惜人力，不惜时间，不惜代价，继续深挖，逐层剥离。朕倒要看看这群藏了千年的鼠辈到底布局多深，到底潜藏多少案子。终有一日，朕要将这千年暗毒连根拔起，彻底根除。臣遵旨。尚书大人，地下子弟年少糊涂，在地方任职多有不妥，绝非大恶。大人执掌期选，手握生杀任免，只需稍稍宽限几分，手下留情。我族上下铭记大人恩德，薄礼1万白银，城外1000亩航田，尽数奉上，聊表心意。尚书大人为官清苦，日日操劳朝政，些许馈赠无伤大雅。此番地方官员牵连甚广，若是尽数严惩，朝野动荡，于新政也并非好事。大人网开一面，既是成全众人，也是为自己结一份善缘。我后朝堂之上，我等必为大人马首是瞻。这群人嘴上说的谦卑客气，内里全是自私算计。诸位，吏部办案，奉陛下圣旨，行新朝律法，清查贪腐，斩断勾结，肃清吏治，半点私情不讲。你们口中的年少糊涂，些许不妥，是盘剥百姓、截留国税、勾结世家、架空朝廷的重罪。今日谁敢再上门求情，私相授受，行贿托情，休怪本官不留情面。即刻记录在册，入宫禀报陛下。届时不止涉案官员从重定罪，求情之人一律以结党徇私、干扰新政论处。这贾选简直油盐不进，一点人情世故不懂，硬生生把事做做绝。我们好言相求，厚礼相赠，他半点面子不给。完了，朝廷一刀接停职，如今贾诩铁面清查，绝不松口。地方主官哪有几个干净的？10个里面9个贪，剩下1个也是依附世家，庸弱混官。这一波深挖下去，我们安插在全国郡县的人手要被2根拔尽，数十年的根基彻底没了。他贾诩没有弱点，不可能。是人就有私心，是人就有牵绊。他不讲情面，不讲利益，那我们就查人。传令下去，立刻彻查贾诩所有过往履历，查他的族人、亲友、门生、旧部，查他所有软肋、所有牵绊、所有过往瑕疵。陛下极度信任此人，他独掌大秦人事权，只要能抓住他的把柄，拿捏住他的弱点，或是将他拉拢过来，冒功头，往后朝堂人事、地方格局，我们还有翻盘的机会。这群人的心思我一清二楚，无非是舍不得手中特权，放不下地方利益，怕新政断了他们吸血的路子。我又何尝不知道，朝堂之中积弊更深，贪腐更隐，派系更杂。京官的贪腐远比地方官员更隐蔽，更根深蒂固。若是此刻权力足够，人手足够，亲信足够，我根本不会给任何人喘息机会，定然朝堂、地方双线并行，一锅端尽所有蛀虫。但我极度清醒，懂分寸，知进退。新政出行，朝野动荡未稳，如今彻底肃清地方，就是先断根基方，再清枝叶，先拔掉扎根郡县的世家爪牙，稳住天下民生。
若是此刻急于求成，双线开刀，新旧官员交替混乱，整个大秦官场必然彻底瘫痪，引发天下大乱。我需要长时间筛选良臣，培养亲信，搭建全新的忠于皇室的官吏体系。当肃清完毕，新官到位，届时再调转刀锋，清算朝堂积弊。抓得好，早就该下大狱了。这么多年层层盘剥，收成大半被这帮贪官污吏刮走，稍有不从就抓入大牢，靠着我们的血汗钱吃香喝辣，欺压百姓。谁能想到新帝登基，真的严查到底？这些蛀虫吸了我们几十年血，今日终于遭报应了。多谢陛下圣明，是陛下救了我们。若是依旧是旧朝旧官，我们这辈子、下辈子都要被这群贪官死死压榨。心疼心气量，陛下是真的为我们老百姓做事。上面的大官全都不干净，尽数被查。我们常年依附主官办事，谁手里没半点小错、半点污点？谁能保证自己绝对清白？自首认罪，只求从轻发落。丁，月度大签到已刷新。来了，立刻签到。丁，月度终极签到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千古无双顶级神将天人境后期吕布。吕布，居然是吕布！人物：吕布，字并仙，修为天人境后期，自带无双战意，可越阶而战。体质：天生无双霸体，肉身超绝，同阶无人可破防。兵器：方天画戟。性格：悍勇无双，忠主专一，杀伐果断，临战无畏，单挑无敌，一生大小单挑100余次，从未一败。同阶碾压，高阶可天人后期修为已是大陆顶尖战力，但吕布的无双霸体、无双战力根本不能用普通境界衡量，同阶之内无敌于世，跨界对战依旧可战可杀。如今大秦纸面战力已经足够恐怖，唯一缺少的就是一尊单兵武道天花板，压死所有暗处不服势力。现在吕布一来，大秦单兵战力直接封顶，吕布一人一戟一马便可横推一切。这一波月度签刀太值了。召唤吕布。吕布刻意锁住了全身修为，9×9的力量尽数藏于体内，一丝不露。末将吕布参见陛下。哪怕是千古无双战神，依旧安分守礼。凤仙，免礼。今日你降临大秦，是朕之幸，是大秦之幸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是大秦第一战将。谢陛下。朕命你执掌皇宫全域安保，坐镇皇城中枢，为朕贴身护驾，镇守大内宫禁，震慑一切宵小异动。末将定不负陛下重托，只要末将在一日，皇城无险，陛下无忧。任何魑魅魍魉敢近身半步，末将一律杀无赦。有他这一尊天人后期无双战神坐镇皇宫，就算是天人杀手亲自潜入，也绝不可能伤到朕分毫。凤仙，这些资源尽数归你所用，你根基扎实，战力无双，只差一步圆满。朕要你借这些资源，潜心苦修，尽快冲破瓶颈，踏入天人圆满之境。末将遵旨，定潜心苦修，早日突破圆满，护佑陛下镇守大秦。吕布若是突破天人圆满，便是站在这片道路的武道最巅峰，届时一人可征万敌，一人可定天下。启禀陛下，丞相诸葛大人、吏部尚书贾大人宫外求见。宣。臣参见陛下。免礼。你二人联袂而来，可是吏治清查一事有结果了？回陛下，历时1月，全国全域停职核查，罗网辅助取证，郡县逐一审讯清查。如今全国地方主官清查工作已初步收尾，
此次清查覆盖大秦所有府县3级主政官员，数据汇组完毕，结果触目惊心。这一部分官员罪证确凿，臣与丞相商议过后，全部录入罪册，按律严肃处置，罢官、抄家、流放、入狱，安规执行。八成贪官污吏，早在朕预料之中。百年积弊，世家盘踞，罗刹殿渗透腐杀，地方官场烂到根子，不可能有干净的局面。剩余不足2成在职官员，无重大贪腐，无残害百姓，无勾结暗势力的重罪，仅存在细微过失、履职懈怠、随波逐流、轻微徇私等小问题。臣与丞相商议定策，这一批官员不做革职处置，全部留任原职，记入观察名单，为期1年考核观察。1年内政绩达标，品行端正，彻底整改者，既往不咎。若再出现懈怠、徇私、勾结乱象，即刻革职查办，从重处置。除此之外，大量州县基层左官、吏员、杂职，在清查风暴开启之后，主动投案，自行交代过错，上交赃款，揭发上司罪状，举证世家勾结线索。这部分人员情节轻重不一，臣等拟定区分处置。情节轻微、无心作恶、被上司胁迫裹挟的，从轻发落，训诫留岗；情节较重、长期谋利、屡教改战者，一律革职追责，绝不姑息。陛下，此次处置方案，臣与文和反复推演核对，重恶严惩，小过宽徭，首恶必究，胁从从轻，既肃清官场毒瘤，也保全基层政务运转，不至于一刀切瘫痪天下郡县。水至清则无鱼，人无完人，官无纯善。天下官场从古至今根本不存在100%无私无绪的官员，人人都有私心，或贪小利，或图安稳，或攀人脉，或据权贵。政令无人落地，农事无人督导，税务无人核算，治安无人维持，最终受苦的还是天下百姓。整顿礼制是为了利民爱国，不是为了折腾亡国，分寸必须拿捏。但是清旧官只是第一步，重中之重是补新官、定新风、绝后患。旧的蛀虫清除干净，若是新上任的官员依旧藏污纳垢，依附世家，暗藏祸心，此次整顿便是无用功。接下来你们吏部、政事堂加快速度筛选清官、能官、实干官，火速补任全国所有空缺州县岗位，务必保证各地政务不瘫痪，民生不荒废，农时不延误，地方不乱套，绝不能出现一县无官、一郡无主的空师乱将。臣谨记陛下嘱托。还有一点是重中之重，半点不得马虎。所有新提拔、新调任、新上任的官员，必须做极致背调，查籍贯、查宗族、查师门、查过往履历、查人脉圈子。但凡与地方世家、豪强门阀有深度牵扯、利益捆绑、世代依附者，一律剔除，永不录用。朕清掉了大量罗刹殿安插的旧棋子，绝不允许新上任的官员再成为罗刹殿的新棋子。从今往后，所有入仕、调任、提拔的地方主官，必须经过罗网全程彻查、政审备案、底细核实。罗网查不出问题，吏部再录；罗网但凡查出半点异常、半点可疑，直接作废，永不启用。臣明白，臣等必定严格审核，层层筛查。店主，一切皆如您先前所料，大秦此次动作极为迅猛，举国铺开吏治大清洗，彻底开启地方官场大换血。我店多年安插在各郡县的大量外围棋子，技术被雅许连根抓出，革职下狱，清查定罪。好在我们早有预判，提前斩断所有深层脉络，切割核心案子与外围棋子的关联。此次暴露，被清剿的全是我们刻意摆在明上，随时可以舍弃的弃子。这一轮洗牌，看似我们损失惨重，实则无伤根本，反而帮我们剔除了一批老旧、易暴露、隐患极大的外围人手。剩余潜藏在朝堂高层、核心世家关键岗位的深层案子，再无暴露风险。经此一役，留存的案子更加干净、更加隐蔽，甚至能借机填补空缺，步步高升。你说的没错，弃一批外围废子，保全重要棋子，这笔买卖
划算。只是我着实没想到秦云的魄力与效率如此之快。登基不过1月有余，前朝100年积弊，盘根错节的官场乱象，他说清就清，说洗就洗。短短数十日，横扫全国蓟县，颠覆旧有官场格局。这份决断，这份执行力，这份雷霆手段，远超秦武，远超历代大秦帝王。店主，属下补充探查关键情报。此次主导大秦吏治清洗的核心人物是吏部尚书贾诩，极为特殊。我们调动所有潜伏探子，深挖其过往履历、师门出处、宗族根基，最终结果查无根源，一片空白。此人凭空出世，无家世、无师门、无旧部，无任何软肋记载。朝堂的世家权贵、勋贵老臣纷纷试图重金贿赂、人情拉拢、利益绑定，全部被其当场回绝。油盐不进，软硬不吃，铁面无情。此人是绝对的帝党，死心塌地追随秦云，是新帝整顿朝纲、掌控人事的第一利刃。好，越是这样的人，越是有趣。世人皆以为刚正不阿、无欲无求、不近人情之人无懈可击，实则不然。天底下无人无弱点，贪财者死于利，贪权者死于势，重情者死于心。刚正执拗之人必有执念，隐忍寡情之人必有牵绊。贾诩深得秦云全权信任，独掌大秦朝堂人事任免大权，拿捏一人可控整个朝堂。传本座令，全力探查贾诩的隐秘弱点，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他的直面、牵绊、软肋。秦云能稳坐提位，快速掌控朝野，诸葛亮居功至伟，一并纳入拉拢名单，想方设法渗透、接触、游说、利诱，能策反尽数策反。店主，此2人皆是秦云死忠心腹，信性坚定，智谋卓绝。若是我等百般谋划，仍旧油盐不进，该如何处置？除掉，拉拢不成就杀掉。诸葛亮、贾诩乃是秦云的左膀右臂，是新朝新政的2大支柱，断其双臂，秦云便失了治国理政的核心助力。朝堂无人统筹，吏治无人整顿，新政无人推行。新朝看似鼎盛，瞬间便会陷入瘫痪动荡。暗杀堂听令，暗中布置人手，盯死诸葛亮、贾诩2人行踪，隐秘潜伏，耐心等待时机。可策反则策反，不可策反，就地绝杀，不留痕迹。属下遵令。秦云想肃清吏治，稳固山河，安定朝野，本座偏不让他如愿。他要清乱象，本座便给他再造乱象；他要稳朝局，本座便让天下永无宁日。传令江湖潜伏暗线，安插势力，扶持的宗门棋子全部活跃起来。此前各地叛军经大秦清剿，已然熄火蛰伏，再难作乱。既然兵乱无用，那便搅动江湖乱局，挑动江湖宗门、武道世家与大秦朝廷对立，制造冲突，激化矛盾，挑起仇杀，煽动对立，让江湖与朝廷彻底水火不容，势不两立。店主高明，叛军极易镇压，但江湖不同，宗门林立，高手众多，派系繁杂，人脉遍布天下。他们游离于律法之外，自视武道清高，不服朝廷管束。一旦朝野与江湖开战，便是无尽内耗。没错，秦云如今势头太盛，朝野清明，民心归附，吏治革新。常规动乱已经撼动不了大秦根基，那就让江湖大乱，让各地官府疲于应对武林纷争、宗门冲突、江湖仇杀，让大秦兵力、人力、精力全部被江湖乱局牵制消耗。本座倒要看看秦云是否有足够的魄力，敢与整个江湖为敌。他若不动，
江湖乱象愈演愈烈，朝野威信受损，民生不得安宁。他若敢动，便是无尽内耗，损耗国力，树敌天下。江湖事，江湖了。武林仇杀，武者互杀，千百年来屡见不鲜。错综复杂的师门恩怨，根本查不清，断不完。官府插手，只会引火烧身。加上此次遇害的只是底层衙役，不愿得罪武道门派。有刺客保护郡守大人！吾乃福州郡守，朝廷命官。尔等江湖武者，竟敢当众围杀朝廷大员，就不怕朝廷发兵围剿，覆灭宗门吗？郡守，杀的就是你们朝廷郡守，杀的就是你们这群鱼肉乡里欺压百姓的狗官！大人快走！今日饶你一命，下次再见，必斩你首级。是。疯了！这群人彻底疯了！敢围杀一地郡守，这是不要命了！从古至今，江湖规矩摆在那里，江湖仇杀，门派私怨，官府大多闭眼不管。可朝廷命官一方郡守，代表大秦皇权，动郡守大员，就是公然叛朝，挑衅皇帝权威。完了，这一次彻底捅破天了。秦帝刚刚坐稳帝位，正要立皇权、肃乱象、稳天下，有人当着天下人的面杀他亲选的郡守，这就是打他脸面、毁他新政。他必定重拳出手，全面整顿江湖。到底是谁干的？到底哪一门派的杂碎私自出头挑杀？朝廷一旦出手，可不会区分谁是挑事者，谁是安分武者。到时候关门清剿，上门核查，封禁武馆，管控宗门，安分习武的门派散熟，全部要跟着遭殃。别让老子查出来是谁带队行凶，老子第一个劈死这群杂碎！自己想死自己去死，别拉着整个江湖一起死！太自私了，心思太歹毒了。事已至此，说什么都没用了。接下来怕是要掀起一轮朝廷清洗江湖的大祸。陛下，江南福州郡800里加急密报，罗网师弟何任？情况属实。放肆！一群江湖贼，好大的胆子！朕刚肃清官场贪腐，整顿地方乱象，安稳天下民心。这群亡命武者，竟敢半路围杀，公然行刺朝廷正四品大员，目无王法，压根没把大秦放在眼里。平日里事务横行，私下祸乱乡里，朕尚且容忍几分。如今敢直接动一方主官，杀朝廷命官，这是谋逆，是挑衅。传朕口谕，即刻召丞相诸葛亮、吏部尚书贾诩，即刻入宫，御书房议事。臣参见陛下。你们自己看。臣万万没想到，江湖之人狂妄至此，竟敢明目张胆伏击郡守，屠戮官兵，不足为奇。
天下武林本就是乱世余孽，各门各派，坐拥武道力量，游离法度之外。平日里倚仗武力欺压乡民，霸占山林田产，拒缴赋税，藐视官府管制。官府依规办案，但凡触及门派利益，便拔刀相向，袭杀差役，早已是常态。文和所言极是，江湖武者心性大多骄纵自私，信奉武力至上，不信皇权律法，只讲门派私情，不讲天下公义。前朝历任帝王一味关系退让，官府避其锋芒，遇事忍让，才养出这群人的骄横气焰。如今敢杀郡守，再过10日便敢聚众攻城，屠戮官吏，割据一方，此风绝不可长。这群本就是大秦社稷毒瘤，纵容一日，天下不安一日。必须重拳惩戒，铁官管控，绝不能任由他们肆意妄为，祸乱天下。你们2人看得通透。近日各州袭杀差役，江湖仇杀四起，绝非自发门派作乱，是有一股隐秘势力暗中统筹作乱。如今刺杀郡守一事爆发，江湖乱象彻底失控，已然不是门派私仇，而是针对朝廷的有组织作乱，已经动摇地方安稳，影响朝堂新政，拖累天下民生。这颗毒瘤必须拔。第一，五里坡行凶之人当众辱官，这是打朕脸面，挑衅皇权国威。无论背后是哪方势力，哪个门派，必须彻查到底，抓获主谋，公开定罪，闹事处决，以儆效尤。第二，经此一事，朕决议全区整顿大秦江湖武林，肃清作乱门派，约束江湖武者，立下武林铁规。孔明、文静，朕问你们，整顿江湖，你们有什么可行方略？陛下，臣有3策：其一，罗网全域出动，顺着福州行凶名者踪迹溯源追查，抓捕直接行凶者，绝不牵连安分小门小派，分化武林势力。其二，划定江湖红线，昭告天下，武者不得持刀擅入城池，不得私设行堂。其三，登记天下所有武馆、宗门、武道世家，造武林名册，报备属地官府管控。陛下，臣补充规制，划分权责，江湖门派内部小恩怨自行了解，不得波及百姓、官府。一旦越界，朝廷全权处置。设立镇武司，隶属朝堂直管，专门处置江湖纷争、武林犯案，由朝廷武将主事，侦治江湖乱象，剥离江湖特权。所有宗门、田产、商铺依规缴税，接受官府核查，不得仗武免税，欺压乡邻。安抚安分势力，从不挑事，遵纪守法的门派，朝廷予以认可庇护，区分善恶，避免江湖全员逼反。可行，就按你们2人商议的国策执行。孔明听令，臣在。立刻草拟朝廷诏文，拟定江湖新规，加盖玉玺800里加急，宣告大秦36镇全境。新设镇武司，即刻筹建，所有武林归附，即日生效。贾诩听令。臣遵旨。深挖福州刺杀主谋，顺藤摸瓜，揪出暗中操盘、搅动江湖朝野的幕后势力，但凡关联作乱势力，一律发兵清剿。臣遵圣谕。这根本不是江湖私仇，就是有人刻意操盘，精准挑动武者敌视官府，刻意破坏民生商贸、官道良运、地方治安，完完全全奔着搅乱大秦社稷、动摇地方安稳而来。近几日作乱之人来路不明，行事刻意偏激，刻意挑衅官府底线，是有人在背后挑拨，故意放大江湖与朝廷矛盾，故意逼官府出手镇压武林。我们江湖各家往日各守地界，互不侵扰，近日无故结仇，无故袭官，无故滋事，全是人为挑拨。到底是谁藏在暗处操盘，耗费这么大精力挑动江湖和朝廷死斗，对他有什么好处？难不成是域外武者入境，故意搅乱大秦本土武林？无从查证，毫无头绪。新设镇武司，登记天下武林人员，定武者红线、宗门田产，划定武林持械入城，禁厮杀官吏，禁据所有宗门武馆，依规缴纳赋税，接受属地官府管辖调度。武林纷争不得逾越官府律法，违者
发兵灭宗。秦帝这是要收复江湖，奴役天下武者，千年平衡毁于一旦。我们安分守己，从未主动作乱，凭什么要为暗处歹人的过错买单？凭什么要接受朝廷管控，上缴赋税，俯首听命？江湖之所以为江湖，就是自在随心，不受朝堂管束，不受俗世规矩拿捏。一旦入朝廷管控，习武何用？暗处之人作乱，朝廷不去查幕后黑手，反倒要管控整个江湖，不公绝不遵从。陛下，罗网汇总36郡江湖动静，尽数查实。朝廷镇武新政下达之后，全境江湖无一宗门赞同，从上至下反对之声铺天盖地。大小宗门、武道世家、散修武人全员抵触朝廷管束。如今各地大宗放话，局部登记宗门名册，局部缴纳赋税，局部遵从武林新规。部分跋扈宗门已经集结门下武者，屯守山门，摆明要和朝廷硬碰硬体。意料之中，这群江湖武人享受千年超然特权，享惯了自在，让他们放下特权，俯首朝廷，遵从律法，本就不可能心甘情愿。赵高传令罗网，全员待命，随时备战。新政落地，区别禅位，安分守己者既往不咎，保留宗门根基，执迷不悟，聚众抗旨，叫嚣最凶，带头煽动对抗朝廷的宗门势力，不必招安，不必劝降，直接出兵清剿，连根拔除，覆灭山门，杀鸡儆猴，震慑整片江湖，管控江湖，整顿武林，此事势在必行，无人可拦，无人可改朕意矣。臣遵旨，即刻传令罗网各部集结人手，锁定带头作乱宗门。启禀陛下，秦傲老祖亲临御书房外求见陛下。宣。云儿，老夫出关只为江湖新政一事。老祖远道而来，请坐。老夫在皇陵已得知你要全域管控江湖，收纳武林麾下权，此事太急了。大秦开国至今，历朝帝王对江湖始终秉持放任、合作、制衡之策。朝堂管俗世民生，江湖管武道纷争，彼此互不生管，彼此借力听存。你骤然打破千年平衡，强行收编江湖，必然激起全武林死敌之心。你不了解江湖底蕴。36郡之内，隐士大宗共计7座，每一座宗门都坐镇闭关天人境老祖，其中3名宗门天人修为深厚，战力强悍，实力不在老夫之下。如今你要收特权，灭跋扈宗门，管控全武林，这批隐谢天人必然会出山干涉。一旦大宗天人联手抗朝廷，届时朝野动荡，战事四起。老夫此番收到7大宗门密信，态度统一，绝不接受朝廷管控，绝不上交宗门自治权，暂缓江湖新政，放缓管控节奏，避免天下大乱。老祖，朕懂你的顾虑，但朕必须推行新政，管控江湖。如今江湖早已变了模样，不再是安分习武、守戒自守的武林，暗处有人操盘，全欲挑动官武厮杀，武者恃武横行，袭杀官吏，劫掠乡野，抹失律法。放任下去，暗处势力借江湖蚕食大秦根基。长此以往，大秦江山必生大祸。朕敢推行新政，便手握足够底牌，就算7大宗目天人联手出山对抗朝廷，朕也有十足把握一一镇压。老祖别忘了，朕身后有天宫撑腰，7大宗门在天宫面前不值一提。但凡隐士天人敢踏出山门，敢对抗朝廷，忤逆皇权，定叫他们有来无回。江湖的天人，朕从未放在眼里。罢了，你心思缜密，谋算周全。既有万全底气，老夫便不再多言。你已是大秦帝王，朝政武道皆由你决断，你放手去做。江湖风波再起，若是天人出手，局势失控，随时派人传信皇陵，老夫这一副老骨头尚可提剑一战。多谢老祖。区朝廷窄衙，也敢进犯我烈山宗山门！我宗门坐拥石山天险，弟子善战，大宗师3人坐镇，大秦想灭我宗门，简直痴心妄想！
抗旨魏军负隅顽抗，宗门上下全员处死。杀！朝廷当真要赶尽杀绝？我烈火阁绝不归顺！想要灭我宗门，先踏过本座尸体！陛下给过归顺机会，你们不要。清朝朝廷派来的杂碎，也敢来苍云谷撒野？躲在谷内充当王月霸，藐视皇权，你的大宗师巅峰修为不值一提。抗旨之时，便该想好下场。太狠了！朝廷下手太绝了！不过是不肯归顺新政，不肯上交赋税，直接满门屠灭，摆明了杀鸡儆猴，就是想用三大宗门的鲜血，逼全江湖低头臣服。我辈习武之人，自在千年，我命由我，不由皇权，不由朝廷。想用杀伐镇压江湖，让我们俯首听命，绝无可能。秦云痴心妄想，想要彻底掌控整片江湖，做梦！有意思，太有意思了！本以为秦云会顾及江湖底蕴，有所退让，没想到这个新帝性子如此强硬，头铁至极，丝毫不给江湖余地，直接痛下杀手，屠灭三大宗门。这下好戏彻底开场了。店主，如今全江湖上下同仇敌忾，全员敌视大秦朝廷，反抗浪潮越来越盛。你们别忘了，早在新政下达后，7大隐士天人门已经派人入京，私下警告秦氏皇族，放话不许触碰江湖根基，不许改制管控武林。秦云明知7大天人宗门态度强硬，依旧无视警告，执意屠宗立威，这就是彻底撕破脸面。7大隐士宗门自持底蕴超然，本土无敌，绝不会弯下这口气，必定出手反击大秦。事态发展远超本座预计，如今秦云强势屠宗，直接把江湖朝廷逼到不死不休的地步，二者关系破裂，往后再想修复难度极大。秦氏皇族彻底失去江湖所有势力支持，往后大秦但凡遇战乱、遇叛乱、遇外敌，江湖宗门只会袖手旁观，绝不会出手效助大秦。关武长久内耗，大秦兵力、财力尽数被江湖牵制，大秦无暇发展国力，无暇清查我罗刹殿势力。全江湖敌视秦云，敌视大秦皇权，本座只需稍加引导，便可借力江湖之力对抗大秦朝堂。日后罗刹殿起兵伐秦，整片江湖皆是我天然盟友。不管最后是朝廷压服江湖，还是宗门抗衡皇权，损耗的都是大秦的国力威信。店主深谋远虑，布局通天，英明神武，此番棋局全在店主掌控之中。传令下去，全域罗刹暗子继续潜伏，不要亲自下场作乱，不要暴露身份，只管在江湖各处煽风点火，放大仇恨，挑拨矛盾，放大朝廷残暴之处，美化宗门反抗之举。逼着7大隐士天人门尽快出山，直面大秦皇权，让江湖与大秦彻底水火不容，不死不休，越乱越好，越僵越有利我罗刹殿。属下遵令，即刻传令全域暗线，加大挑拨力度，激化双方矛盾。陛下，罗网全域探查，江湖境况已然查清。此前3大宗门一夜覆灭，并未起到杀鸡儆猴的震慑效果，反而彻底激化江湖人心。
如今36郡江湖大小门派、武道世家、闲散武者全部抱团联合，放下往日门派恩怨，统一阵线，抱团抗衡朝廷新政。全境江湖上下一心，敌意空前浓重。官府巡查，无者抵触；朝廷政令，无人遵从。各地宗门暗中互通消息，囤积兵刃，调集门下高手，随时准备直面朝廷兵马。臣察觉事态反常，寻常江湖武者只求自在习武，不会全员抱团死战大秦。臣下令罗网暗探，深挖舆论源头，闹事牵头之人，多方卧底取证，追踪资金流向，核对联络暗号，层层剥离伪装，终于查实，全程在幕后挑拨官武矛盾，煽动江湖仇恨，门派抱团抗旨的势力，就是蛰伏已久的罗刹殿。罗刹殿行事极为隐蔽，所用案子全部剥离身份，改换功法，改换样貌，刻意抹去一切关联痕迹，意图置身事外。但罗网深耕天下情报多年，依旧抓到隐秘线索，坐实所有闹事骨干尽数听命罗刹殿调动。果然是这群狗东西，朕就知道能搅动整片江湖，拿捏武林人心，精准挑动朝野死仇的势力。放眼大秦境内，寥寥无几。罗刹殿藏在暗处，阴魂不散。朝堂理治，江湖乱象，官武对立，桩桩件件皆有他们插手。赵高，传令罗网全境分部，全力深挖追查，掘地3尺，找出罗刹殿总逃老巢所在。朕不想再被动防守，这群杂碎躲在暗处不断搞事，祸乱朝堂，搅动江湖，损耗大秦根基。一日不灭罗刹殿，大秦一日不得安稳。找到巢穴，朕要一举合围，连根拔除，彻底屠灭罗刹殿。臣遵旨。依你所见，当下局势如何才能彻底镇压江湖乱象，让整片武林俯首听命？陛下，如今江湖一众门派嚣张跋扈，有恃无恐，根本底气不在小门小派，不在散修武者，全依仗7大隐士天人宗门撑腰。这7大宗门常年闭关山野，不问俗世纷争，超然度外，可每一门都坐镇至少1尊天人境老祖，底蕴深厚，门人精锐，武学传承碾压世俗宗门。江湖所有大小门派心里都清楚，能抗衡大秦朝廷的只有7大隐士宗门。此前7大宗门已经出面警告皇族，禁止朝廷改制江湖。如今朝廷屠灭3宗，7大宗门已然摆明立场，站在大秦对立面。只要7大天人宗门不倒，一日不臣服，底下万千江湖门派永远心存依仗，永远敢对抗朝廷，忤逆圣旨，江湖乱象永远平定不了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朕镇压、收服7大隐士宗门，断掉整个江湖的最大依仗，其余大大小小门派、武道世家失去靠山，便会自觉臣服，遵从朝廷镇武新政。陛下圣明，正是如此。江湖一众势力大多趋利避害，欺软怕硬，依附7大天人宗门狐假虎威而已。顶层宗门臣服，底层武林不战自降。好，朕明白了。择日，朕派人出使7大隐士宗门，登门约谈，上门喝茶，给他们最后一次选择机会。愿意归顺朝廷，遵从武林新规，上缴宗门名册，移归鸟税，朕保其宗门传承，保其宗门基业，依旧允许他们安稳修行。若是视天人修为自傲，不识时务，执意对抗大秦，包庇江湖作乱势力，那就别怪朕不念情面，兵临山门，覆灭宗门，斩杀天人老祖，永绝后患。奉先来御书房见朕。臣吕布参见陛下。奉先，
朕有一桩重中进重的差事，交由你去办。陛下，请吩咐。大秦境内7大隐士宗门，每一门皆有天人老祖坐镇，盘踞山野，超然世外。眼下全江湖抱团抗旨，忤逆朝廷新政，技术依照这7大宗门撑腰。7大宗门无视皇权，公然庇护作乱武者，警告大秦不得插手江湖事宜。朕命你即刻动身，亲赴7大隐谢宗门，登门宣旨，给他们最后抉择：愿意归顺大秦，遵从镇武新规，宗门造册，爱归鸟税，约束门下弟子不得对抗朝廷。朕保其山门传承，保留宗门修行之地，既往不咎。若是拒不臣服，执意裹挟江湖对抗大秦，无需回禀，就地出手，覆灭山门，斩杀宗门天人，鸡犬不留。朕调拨2000大雪龙旗，归你全权调度。臣遵旨。陛下放心，7大宗盆所谓天人老祖，躲在深山闭关自守，恃武自重，修为虚浮，久不经血战。臣常年浴血百战，一身杀伐之力，专克这类闭关武人。天人圆满，臣亦可一战。至于7大宗门一众天人，在臣眼中尽数是山野劳碌，一击在手，便可尽数镇压。有你这句话，朕放心，放手去做。朕要7大宗门臣服，要整片江湖再无对抗大秦的底气。臣定不辱使命。啊！我操！全员大宗师修为，每一个骑兵都是大宗师，疯了吧？2000人，整整2000大宗师！我玄剑宗上下大宗师一共才33人，人家一队骑兵直接碾压我们全宗高端战力，这还打什么？一波冲锋，我们全宗直接被踏平！整个大秦江湖，大大小小宗门数百。所有宗门宗办宗族师加在一起，都凑不齐2000之数。大秦朝廷什么时候藏了这么一支军队？全员大宗师，这底蕴简直离谱至极。宗主，大秦这是摆明州马，要攻打我玄剑宗。他们怎么敢？我玄剑宗乃是7大隐士宗门之一，坐拥天人老祖坐镇。秦云不顾7大宗门联手警告，执意派兵压境，这是要和整个江湖不死不休。宗主，眼下局势太被动了，对面2000大宗师铁骑，战力碾压我们全宗，寻常护山大阵根本挡不住这种级别的军队冲锋。真开仗，我们根本守不住山门。如今唯一希望，只有闭关后山的宗门天人老祖宗，才能抗衡这只铁骑。我一直以为大秦近些年只顾整顿朝堂，无暇修炼武道兵力，没想到藏得这么深，悄无声息养出一支全员大宗师的铁骑。这份底蕴，远比历朝大秦皇族还要恐怖数倍，太能隐忍了，藏得真深。之前覆灭3个宗门，果然不是侥幸。大秦如今完全有能力整治江湖。山下何人率兵围困我玄剑宗山门？吕布奉大秦皇帝陛下旨意，登门玄剑宗。原来是吕将军。将军若是寻常登门拜访，我玄剑宗自当备礼款待。可你亲率2000铁骑兵临山门，阵仗相向，杀气凛然。吕将军当真打算与我玄剑宗开战？陛下旨意。
玄剑宗遵从朝廷政务新政，宗门造册，爱归鸟税，约束门下弟子，不再抱团对抗朝廷。陛下既往不咎，保留玄剑宗千年山门。简直欺人太甚！我玄剑宗立宗千年，历代安分守己。大秦立国之初，战乱四起，我宗老祖亲自出山，帮大秦平定西南叛乱，有功于大秦。如今大秦坐稳江山，就要卸磨杀驴，收我宗门权柄。秦帝狼子野心，想要吞并江湖，痴心妄想。过往恩情，陛下自有定论。现在只给你们2个答案：遵旨或是拒旨。吕将军，此事关乎宗门传承，关乎天人老祖底线，本座无权做主。须入后山，禀报闭关老祖定夺，还请将军山下稍后。你做不了主，那就带路，本将亲自入后山，面见你们老祖，亲自说服他。好，吕将军胆气过人，你敢孤身入后山祖地，本座便带你去。希望待会儿将军不要后悔。老祖，大秦将领吕布率兵压境，奉秦帝旨意，逼我玄剑宗归顺朝廷，遵从江湖新政，还请老祖出关定夺。大秦朝廷行事未免太过霸道，凭一纸新政便要削我宗门权柄，拿捏千年隐世宗门。哼，老夫倒要瞧瞧你区区朝廷战将，今日凭什么说服老夫俯首归顺？天人这么年轻，竟是天人后期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大秦皇族公认天人后期，唯有皇陵老祖秦傲一人，天下皆知，再无第二尊。眼前此人年纪不过30上下，容貌陌生，绝非秦傲。大秦什么时候悄无声息多出一尊天人后期强者？自己苦修100年天人中期，在对方面前连还手资格都没有。对方随手一拳便能碾碎他。老祖，他到底是什么境界？天人后期，完了，彻底完了！山下2000大宗师大雪龙旗，山上一尊天人后期吕布，不用大军动手，仅凭吕布一人便可屠尽玄剑宗上下，魔整整座山门。老祖，现在怎么办？我们根本打不过。吕将军息怒，息怒。凡事好商量，万事皆可谈。归顺朝廷，遵从秦帝新政，并非不可。咱们坐下来细谈，切莫动怒，切莫伤了和气。还算你们识时务，方才若是晚1秒改口，本将直接一拳送你生死道消。是老夫愚昧，有眼不识泰山。多谢将军手下留情。我玄剑宗全盘支持秦帝江湖新政，遵从朝廷一切号令。很好，你会为今日的选择庆幸终身。敢问吕将军，师承何方？老夫修行数百年，混迹顶层江湖，从未听过将军名号，也从未见过将军这般绝世天骄。天宫弟子。天宫？一个不知名的天宫，门下弟子年纪轻轻便拥有天人后期战力。那天中主事之人该强悍到何人地位，深不可测，完全惹不起。秦云短短时间坐稳敌位，肃清千场，强势整顿江湖，底气根本不止大秦皇族，背后还有超级势力天宫撑腰，怪不得秦云有恃无恐，不惧7大隐世宗门天人老祖。事情了结，本将不多逗留，3日之内派人前往皇城递交归顺文书，正式臣服大秦。谨遵将军号令，必定按期入京臣服。
还好答应得快，还好服软及时。但凡刚才老祖嘴硬半句，我玄剑宗今日就彻底覆灭了。天下格局彻底要变了。大秦纵用天人后期战将，背后还有神秘天宫撑腰。即刻传令全宗上下，从今往后，玄剑宗禁止以武力对抗朝廷，所有宗门事宜遵从大秦镇武司号令行事。约束门下弟子，不得敌视官府，不得忤逆秦地，全力教教大秦，万不可得罪青云。弟子遵命。大秦不过仗着黄龙陵秦傲撑腰，真要开战，我宗门天人不惧一战。我股毒术冠绝武林，铁骑再多也能尽数毒杀。带兵退去，否则便催动宗门剑阵，灭杀所有大血龙子。疯了！真的疯了！7大隐士宗门6个直接跪了，那可是江湖7大顶梁柱、7大武道扛把子，日里连大秦皇族面子都不给，抱团抗衡皇权，说臣服就臣服，谁能接受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一开始齐宗统一放话，死扛大秦，绝不规训新政，怎么短短2天尽数低头？难道是皇陵老祖秦傲出关了？秦傲天人后期出手，压服6大宗门？不可能！秦傲常年闭关皇陵，从不插手江湖纷争。之前江湖大乱，他都未曾露面，绝不会特意出手镇6宗。我有内部消息，压服6大宗门的根本不是秦傲，是大秦一名叫吕布的战将。吕布，这号人物我从没听过。江湖武道榜隐士强者名录从来没有此人名字。凭他一人，外加1队骑兵，压服6大天人宗门，这也太离谱了！6大宗门每一家都有天人老祖坐镇。嘘，我打听清楚了，吕布修为天人后期。大秦又多出1尊天人后期。此前天下公认，大秦只有秦傲1尊天人前后期，藏得太深了。大秦暗地里到底养了多少顶尖强者？难怪6大宗门直接服软，天人后期足以碾压宗门真人。还有那只大雪龙旗，2000全员大宗师，放眼整个江湖，所有宗门大宗师加起来都不及这支兵马1半。以前都觉得江湖能制衡朝廷，现在才明白，大秦一直藏着底牌，根本没尽全力。之前江湖传言秦地背后有神秘势力撑腰，现在对上了。吕布、大宗师骑兵，全部都是那个神秘势力培养出来的人手，底蕴深到可怕，完全不是大秦江湖能抗衡的。6大宗门全跪，只剩4象门一家了。你们觉得4象门会投降吗？绝不可能投降。4象门底蕴远超其余6宗。4象老祖闭关100余年，修为深不可测，早年就是天人后期巅峰，闭关至今，大概率已经半只脚踏入天人圆满。天人圆满碾压天人后期。4象门坐拥天人老祖，还有4象守护大阵。4象门本就是7大宗门之首，实力足以抗衡大秦皇祖，他们不会低头，一定会和那位绝世武将大战一场。打起来又如何？就算4象门打赢吕布又能怎样？大秦底牌层出不穷，还有神秘势力兜底，6大扛把子宗门都臣服了，江湖人心散了。但凡4象门再败，江湖就彻底没有抗衡朝廷的资本了。到时候全江湖只能俯首，听从秦地摆布。6大宗门俯首臣服大秦，吕布天人后期修为，
谁都没料到，大秦除了皇陵秦傲，竟然藏着第2尊天人后期强者吕布。这个名字陌生至极，江湖古籍、武道秘略、列国强者名册从来没有记载，如同凭空从石头里蹦出来，毫无过往，毫无踪迹，一现身便是碾压6大天人宗门的顶尖战。本以为能借江湖对抗大秦，静待大秦内乱，可半路抹出个吕布，2日压服6宗，直接逆转全局。店主，局势彻底失控了。此前大秦仅有秦傲1尊天人后期，我方尚且有制衡办法。如今大秦坐有2尊天人后期，就算大齐王朝梁氏老祖闭关突破天人后期，凑齐2尊天人后期战力，也无法武力碾压当下大秦。我们原定联合大齐，内外夹击大秦的计划，彻底泡汤了。我们费尽心思挑拨官武矛盾，煽动江湖反秦，眼看就要逼大秦开战，朝野大乱，就因为一个凭空冒出来的吕布，全盘崩盘。该死！本店主自认算尽所有变数，万万算不到秦云底牌这么深。一开始，秦云身边突然冒出天人强者，可现在直接冒出了天人后期。谁能保证接下来一段时间，大秦不会再冒出天人完满？这群强者到底从哪里来？秦云背后的势力到底有多恐怖？简直匪夷所思。局势已经脱离我们掌控，传令罗刹暗子外围势力全部收敛动作，停止挑拨矛盾，停止煽动宗门对抗朝廷，停止一切明面作乱，全员潜伏，隐匿行踪，切断对外联络，减少人员聚集，不许主动招惹大秦，不许暴露据点，最大限度保全人手。大秦如今势大，2尊天人后期坐镇，不可硬碰，我们耗得起。千年蛰伏都熬过来了，不差数十年光阴。秦傲年寿将尽，寿元有限，只需静待秦傲寿终正寝。大秦折损1尊天人后期，届时大秦战力断层，我方在联拢大齐再起风澜，依旧有翻盘机会。眼下重中之重2件事：第一，躲避大秦搜捕，保全电通战力；第二，彻查秦云背后神秘势力，挖透底细。店主，属下如实禀报，罗刹店全域情报网全开，大陆各地尽数派人探查，探子最远已经探查至西大陆地界，情报范围几乎覆盖天玄大陆，从头到尾没有查到秦云背后势力半点痕迹。属下甚至怀疑，所谓背后势力，会不会是秦云编造谎言用来震慑江湖的幌子？不可能，绝非编造。继续查，就算追到域外海域，也要找出这股势力的真身。另外，加大隐蔽力度。罗网如今全力搜捕罗刹店，各地据点分批转移，核心骨干单线联络。这段时间，罗刹店彻底销声匿迹。属下遵令。老祖，弟子有要事禀报。进来。老祖，局势已定，吕布率领2000骑兵，2日之内压服青云宗、万毒谷等6大宗门。6大宗门全部俯首。
尽数答应遵从大秦新政，近日便会入京递交臣服文书。如今7大隐士宗门，只剩我四相门一家尚未归顺大秦。弟子前来请示老祖，眼下江湖大势倾覆，我四相门是选择归顺大秦，还是直接拒绝吕布，与大秦开战？想让我四相门俯首称臣，没那么容易。老夫闭关200余年，早稳固天人后期，如今半只脚踏入天人圆满。200余年，未曾出手一战。吕布横空出世，天人后期战力2日震6宗，风头无二。正好老夫亲自出手，试一试此人深浅。若是吕布实力强横，能正面击败老夫，证明大秦武力彻底碾压我四相门，老夫心服口服，四相门无条件归润大秦，遵从所有新政，绝不反悔。若是老夫出手击败吕布，或是逼平吕布，证明我四相门有抗衡大秦的底气。届时归顺可以主动议价，向秦帝讨要条件，保全宗门全部特权，保留宗门地域自治权，不受政务司管束。千山，你要明白，江湖大势不可逆，秦帝整顿江湖，收编武林，心意已决，没有回转余地。大秦坐拥2尊天人后期，外加神秘势力兜底，国力战力碾压整片江湖。我四相门再强，也只是一座宗门。独木难支，逆势而为，最终只会宗门覆灭，传承断绝。老夫修行数百年，向来顺势而为，从不逆天硬拼。归顺大秦是最终结局，早已注定。但归顺分狼狈臣服和体面归顺。大秦想要我四相门俯首，必须拿出足够实力打服老夫，打不服就要拿出优厚条件，妥协让利。与其最后被迫灭门，不如顺势归顺，借着老祖尚存战力，借着一战底气，为宗门争取最大好处，保住山门传承，保全门下数千弟子安稳修行，这才是最优解。弟子懂了。